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现在的人都处于一个高压状态，这就会导致人出现失眠的情况，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要及时的调理才行。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桂圆干泡水喝。桂圆干营养丰富，有补气养血、宁心安神的功效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。除了多吃桂圆干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。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稍微分开一点，膝盖微微弯曲，保持半蹲的姿势，双手向上伸直，然后身体向左侧扭转，同时右手向下放在左膝外侧，眼睛向上看，坚持5秒，回到原位，再向相反的方向做。这样反复练习5分钟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对缓解失眠有帮助。那有失眠困扰的就可以坚持做这个动作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学会释放压力，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对促进睡眠都有一定帮助哦。早晨起床，拥抱太阳，满满的正能量。早上真的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了，大家为何不利用这个时间做2个拉筋动作呢？既能缓解便秘，还能瘦身哦。1. 站立，两脚分开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身体向左侧弯曲，左手呢抓住左脚脚踝，右手向上伸直，眼睛看向右手，坚持5秒，再向相反的方向做。每天早上做3到5分钟。2. 双手抱住对侧的肘部，举过头顶，然后慢慢的弯腰，双腿保持伸直，身体尽量靠向腿部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那这2个拉筋小动作呀，早上起床后做一做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缓解便秘，有很好的清肠瘦身的作用哦。胖呀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呢，胖的人是你。那有时候呀，胖的人是你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就你胖。都说呀什么心宽体胖，可是呢一想到自己的体重就郁闷。别郁闷了，试试下面这3种食物吧。燕麦呀含有粗纤维，每天呢当早餐吃，不仅不能发胖，还能够润肠通便，帮你减轻体重。西芹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和维生素，能够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便，让你体重减轻。白萝卜含有的粗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，保持大便通畅，有排便瘦身的作用哦。这3种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希望能够帮你们尽快的瘦下去，达到人生的巅峰。聊养生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常言道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对于注重养生的朋友来说，早上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能在早起时做好4件事，寿命或许会慢慢变长。第一，早起坚持吃早餐。现在很多人都有不吃早餐的习惯，有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，有的人是想多睡一会儿。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，所以早上一定要吃早餐，而且还要吃得好一点，这样可以预防肠胃疾病。第二，早起坚持排便。早上排便可以及时的将体内毒素和垃圾排出去，对身体健康有利，所以一定要养成早起排便的好习惯。第三，早起不做剧烈运动。虽然晨练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起床后立马去做一些剧烈运动，这样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第四，早起不要起床太猛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，如果早上起床太猛，很容易导致头晕头痛、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建议大家起床时最好先躺2分钟，然后再慢慢起床。如果能抓住早上的这个好时候，尽量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或许长寿会向你靠近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天练1个动作，强化膝关节，缓解膝盖疼痛。每天除了睡觉静坐之外，我们的膝关节都在工作，这也就导致很多人膝盖受损，经常感觉疼痛，甚至活动困难。尤其是年纪大的人，如果感觉膝盖疼痛，就可能是膝关节老化了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疼痛，保护膝盖。
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拿一把椅子坐在上面，双腿弯曲，然后家里有抱枕的，将抱枕夹在双腿膝盖处，双腿同时用力的夹进抱枕，坚持半分钟后放松，然后再做，每次做3到5分钟左右，可以每天做2到3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锻炼到腿部以及臀部肌肉，有助强化膝关节。那循序渐进的练习，膝盖会慢慢的变好，疼痛也跟着消失了。大家不妨试试吧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延缓膝盖老化，老年朋友还要注意，经常上下蹲、跑步或者是跳舞，都会加重膝盖的磨损。那建议大家平时减少这类运动，尤其是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更要注意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管堵没堵，血液稠不稠，身体会给出3个信号。血管是我们人体血液运输的管道，如果出现堵塞的情况，就会引起很多不适症状。所以预防血管堵塞，防止血液粘稠很重要。想要知道血管有没有问题，看看身体的3个表现。若没有出现，或许血管还通畅。第一个，早上起来无力，没有精神。本来早上应该是一天状态最好的时候，那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也是精神十足。但如果出现头晕、脑袋昏昏沉沉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。第二个，经常胸闷气短。如果血液粘稠，血管有堵塞的情况，那么也会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。主要呢是因为血液流动变慢，影响到了心脏功能，便出现了这种情况。第三个，下蹲时上不来气儿。下蹲这个动作也可以测试你血液稠不稠，血管堵没堵。如果血液粘稠度高，那么在下蹲的时候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，因为下蹲的时候回流到我们心脏的血液会减少。如果血液粘稠，血液流动就慢，这样就容易导致氧气和2氧化碳不能够正常的交换，所以就很容易上不来气儿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天抬腿30下，强化膝关节，练出好膝盖。经常运动的朋友，有时呢会出现膝盖疼痛的情况。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半月板损伤，或者是关节软骨退化，膝关节疼痛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。那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，有助修复膝关节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向身体两侧伸直，和肩膀呢在一条直线上。然后将左腿向后弯曲抬起，双手保持平衡，右腿微微的向前弯曲，注意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儿。坚持5秒还原，反复的做30下之后，再换另外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大腿和小腿的肌肉，提升膝盖的稳定性。每天坚持练习，可以强化膝关节，帮你练出好膝盖。平时我们还可以经常对膝盖进行按摩。运动前呢，做好热身工作，带好护具，注意补钙，还有要注意膝盖的保暖，这样才能够避免膝关节受伤，有一个健康的膝盖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